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研究服务院向美国国会的各参议员提供了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国海军现代化》。不过，让很多美国媒体意外的是，当他们从一些参议员的采访中获悉这份报告，却发现这几乎成了一份科普文，而不是通常的一些数据对比报告。有美媒认为，研究服务院的这份报告之所以写成科普，还是在于与往年的对中国评估报告相比，这一次的内容中有很多东西都大大超出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普遍认知，或者说超出了日常的很多言行中透露出来的东西。与历年报告中重点介绍的055型驱逐舰、094核潜艇不同，美国国会这一次的报告重点在于我国的新代航母，也就是网上代称003型航母的一系列预期和评估。报告中提到，很多美国智库相关机构和防务媒体分析认为，中国的003型可能在8万到8.5万排水的吨位。然而，这其实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中国的很多东西，尤其是制造业。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推断，中国的新一代航母已经接近美国当前现役航母的吨位，在10万吨左右，加上电磁弹射，中国海军未来的航母就有可能反超美军单艘航母的战斗力。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中认为，美军低估了中国的很多东西，尤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制造业。在解放军海军的多个发展项目中，水面舰艇、水下舰艇和两栖攻击舰都在得到快速发展。从整体来看，解放军已经部署了2种反潜导弹，东风21D 和东风26，甚至还有高超音速武器也将用于反潜作业。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更多的还是偏向于 AR/AD， 也就是以台海战场为核心，引导相关技术的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美国国会的报告，自然也沾染了美国历来喜欢用的中国威胁论。报告认定，中国正在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舰队，前后近350艘各类舰艇，而美军仅为293艘。报告还顺手黑了一下英国，声称中国每年下水的舰船吨位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英国海军。报告中承认，中国为了打造如今的海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力至今，已经有25年多了。这其中不光光是振兴工业制造业、造船业的兴起，还包括了对维修、后勤、人员素质、科学理念等一系列方面的改变，才有了今天这支部队。不过，美国这份报告也提到，也因为快速发展，中国海军也存在很多的缺点，比如反潜能力仍然有些薄弱，人员的培养速度跟不上中国舰船的建造速度，缺少实战经验和联合作战经验。美国一直都有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习惯，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是这原本一直都是美国的各种专家学者或者退役将军、现任司令这些人作为主力军来炒作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亲自上场了。美国这是要正式和中国对立了吗？环球网8月7号的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出席东盟第28届外长峰会上，公然挑拨离间，表示美国对中国核武库的快速扩张表示严重关切，因为如今的中国核武库已经严重偏离了近10年的最低核威慑战略，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为此，布林肯呼吁东盟各国要联合对华施压，并强调美国认真对待亚洲各国以及坚决反击中国的论调。布林肯这番话说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布林肯是美国政坛上首个地位很高的官员，对所谓的中国扩核发表意见。这个意思很简单，要么是美国天天炒作中国在新疆、甘肃等地区新增所谓的中国扩核，炒作的自己都信了，要么就是美国人就是以此为借口，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威慑，正是和中国进入全面对立的局面。中国早就说过，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不会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发射核弹，反而是美国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未曾做过这种承诺。所以，假使中国真的增加了核武库，那么针对的也一定是美国。毕竟，从布林肯这个级别的美国高官都开始把中国核威胁挂在嘴边，就能看出来，美国为了针对中国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所以，中国有必要拥有更多的威慑美国的能力。就像军事专家王云飞说的那样，咱就该再多搞点。美国对中国早就已经不讲道德了，所以与其让美国平白污蔑，不如美国担忧什么，中国就给什么。美国担忧中国扩核，中国不拿出点东风41、巨浪3、096核潜艇什么的，岂不是辜负美国一番苦心？就目前而言，中国拥有的核力量尚且不足美国的一个零头。就算加上美国一次次炒作的所谓在新疆哈密、甘肃玉门等地的中国扩核，中国的核力量也尚且不足美国的1/5。对此，胡锡进就数次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必须拥有让美国那群精英一想到和中国发生战争就瑟瑟发抖的核力量，因为只有这样，美国人才能正确地认识
如今美国早就不再是世界霸主，才能听懂中国说的不要再来南海和台海的警告之声。近日，美国下一任南方司令候选人劳拉·理查德森中将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为了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中南美洲的外交扩张，他将致力于以新的方式来经营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比如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向阿根廷出售枭龙战机一事，他就会采取必要措施来使得这份军售合同取消。美国这是还没死心，想继续搅黄中国的军售合同，以此来达到威胁中国的目的。还是说，美国如今已经把针对中国、威胁中国拿来当成是升职加薪的通天大道？毕竟，美国一直都喜欢针对中国出手，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只要美国有什么实权职位需要竞争上岗的，这些个候选人就一定会说一说自己打算怎么针对中国，还以此来提升自己当选的概率。所以，美国这回又出了一个放话要威胁中国军售合同，让中国没办法继续在中南美洲走外交道路的候选人。最终目的就很清楚了。不过既然如此，这位候选人又是打算如何让枭龙的军售合同出现危机呢？要知道，中巴对阿根廷出售枭龙战机的事是在今年5月份被爆出来的。当时美国就不断针对中国出手，试图搅黄这个项目。当时因为枭龙战机的弹射座椅是来自英国，所以美国干脆联合英国要断供这个座椅，以此来威胁中巴对阿根廷的出售合同。可惜结果却没什么用，不然也不会有美国这新出来的司令候选人什么事儿了。所以这位理查德森中将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威胁中国的军售合同呢？理查德森表示，他将重新经营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包括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使用例如安全合作、多边演习、军事教育与培训交流等方式，让大家结成同盟，共同抵抗中国，并且也会争取让阿根廷得到西方制造的战机，如此还能进一步巩固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中国在中南美洲的外交上打不开局面，就必然会无路可走。不得不说，美国还真是天真。之前美国想搅黄枭龙的军售合同时，还曾爆出欲把自己退役多年的老古董战机翻修一下卖给阿根廷，当时就一片嘲讽之声。说实话，阿根廷也不是不懂思考，美国本就和阿根廷的对头英国穿同一条裤子，还这么糊弄阿根廷，只能更加促使阿根廷采购更多的战机，来树立自己的国家尊严，而不是如美国的意。而且这次美国司令候选人又把枭龙的军售合同拿出来说话，虽然说方式方法有所改进，但终究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在没有正式行动之前，中国也只是需要稍稍注意而已。反倒是美国现在升职都要靠出主意威胁中国，更令人感到可笑可悲。中国作为世界上大国之一，需要一定的战略要地作为支撑，其中南海就在中国崛起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在美国紧密勾结盟友围堵中国的时刻，南海更有一重要作用。其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数一数二的军力投送基地，分布在南海海域内大大小小的岛屿，可以显著增强我军海空军的投射能力。这一点不只是中国清楚，美国也十分清楚。因此他们也瞅准了这一地区，并接连发力。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美军频繁地使用军机军舰进行抵近侦察，但是南海局势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里。但是日前这一局面却在域外势力的挑衅下呈现4点新变化。其一是美国主导的南海安全多边主义正在慢慢成型。近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纠集众多盟友来南海保持军事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航母战斗群追随美步伐进入南海挑衅，美国甚至还怂恿其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内。法德等国家也做出实质介入举动。其二是美国等国频繁挑衅，阻碍了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在美国看来，把南海搅浑才是他们的任务。另外，有关南海法理斗争也渐渐浮出水面。第4点是南海周边某些国家展露出同美亲近的信号，而对中国提出的相关合作信号则置若罔闻。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危险。如果这4点变化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美英接连炒作3艘核潜艇的事情则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近日，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海军将最强大的3艘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部署到了太平洋地区，并声称这是为了对付中国。基于中国周边海域的基本情况，美国核潜艇为对付中国最有可能潜伏的海域就是南海。
没过多久，英国却开始炒作起了中国核潜艇问题。在英国军舰南海挑衅之旅结束，并向太平洋更深海域航行之际，英国方面就炒作称中国3艘核潜艇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显然，如果说这2件事毫无联系，未免太过牵强。分析人士指出，美英方面试图借炒作中国核潜艇问题，来使得美军自己在南海的核潜艇部署正常化。更为危险的是，这将极大地挑起南海局势紧张。对于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予以十分的警惕。正如同专家吴世存所说的，谨防美国搅动南海由治及乱。